这个线条呢有点太单一，这个黑线，不太贴合形体，就是还是平的线。比如说这个，在这空白的地方大概画一下。我要去表现它体积的话，我一定会注意这个线条的层次变化。这个线和体是一起的，线条表现出来的就是体积，这个就是造型。当然，你这个线呢，脱离造型，就是一种这样的线条，平面的线条，它不跟着体积的变化而走，它不跟着体积的变化而变化，所以说就会感觉有点奇怪，这个用线上有点脱离造型，比较平的用线，而且造型中间又出现这种大黑线，这个是不应该出现的。你首先要解决的是用线的问题。你看中间的线条要很轻才对，这才是一个完整的造型。如果在中间咔来一条大黑线，就把它分开了，它就变成了两块形状了，它就不是一个了，它就碎了，它就散了，它就这里才是应该去表现的。然后弓二头肌和弓肌之间有一个浅浅的痕迹，那就交代的浅一点就好了。然后在弓三头肌这个位置是鼓出来的，那你这里就画没了。一个是注意形，把形找准，这个前臂这里又画太长了，比例呢也是形里面的一部分，这是一点。然后再一个就是用线的问题，注意不要用这种黑实线来画，因为这边的这个手臂它形状是啥样呢？看到照片，就这样的一个形状，整体是有一点弧度的，然后在手肘这一端微微的鼓起，然后这是手掌背部和侧面，这是它的体块。它的前臂是这样的，你这个前臂画的直了，不要只勾轮廓，而且在这里它也不是断开的。要考虑这几个体块之间的一个衔接关系，它们是怎么组装到一起的。这里就缺少了一个结构，它没有背面和侧面，感觉很平，这块呢又断开了。来看这个效果还可以啊，但是形要注意，这个上臂感觉给它画窄了，就画瘦了。实际上它这个上臂这里很宽的，你从它手指头这里啊做一条垂线下来，你看它到它肩的什么位置，然后你这里呢做一条垂线下来，到肩的什么位置？实际上应该到它肩的这里。注意前臂这一块的这个趋势，这里的趋势，它要再往下走一些。形啊，还是要多去找一下啊，把形找的准一点。你看这里又画长了，就感觉这个肱骨特别长。实际呢，这个是它这个耻骨，这是它的肱骨，这个滑车在这儿，它应该是这样的一个长度比例。会弓肌没有这么大，就这一块就可以了。然后下面它有一条呢是这个神经束，有的时候这个神经束比较大，比较粗，有的时候它和会弓肌融合了，就增大了这个会弓肌这块的形状，看起来感觉很大。然后形上面有点小问题，前臂这里上面这块呢还好，下面这一块往里收早了，这整个弧度要再长一些。过来，到这儿，你画的这个呢有点像这样，像那个小琵琶腿儿。实际上这两段弧线是这样的关系，注意这个形状的问题。胸耳画的弱一点，虚一点，我们画太跳，画太实了。然后股骨这边呢稍微的有点细，可以粗一点点。画它的解剖，肩三角肌前束要分成两束，
中间的这一块中柱啊，它是这个羽状肌，羽状肌呢大概有5束，上面俩，下面仨，大概是这样。中间来一条，它的方向应该是这样。不过这个不画也行，其他都没什么问题。这个感觉画的有点短粗，然后整体的这个形状的大的特征啊，把键三角肌抬起来下去，然后这个是上臂、前臂，靠近手肘一端鼓起来，这种特征感全都画弱了。这里应该画大一些。这个形把形的特征全都给弱化了，最应该画的是这些特征，反而把特征画没了，所以这个形呢看起来它就不够美观了。肱骨头可以稍微的大一点。如果这是肩胛骨的话，那这个肩胛骨这么大就可以了，它不会到这里。耻骨着骨还好。解剖的这个呢，也是结构上没有什么大问题，主要就是形。那么如果说第一步形呢达到这样程度，那么在这样的形上面去画这些解剖结构呢，也不会有什么明显的问题了。